最近在楼下捡到几块板子，想着做点什么，正巧新买的咖啡机一直无处安放，那就做个柜子吧。首先画个草图，标上尺寸，拿出自己 DIY 的轨道锯，把板子按尺寸锯开。给电锯做一个这样的滑轨架子还是非常好用的，锯片不外露，也更加的安全。这是锯好的样子。找老板买几根松木条，同样按尺寸画好线，拿出手锯开始锯。这种日式开榫锯的锯片非常薄，锯榫头的精度很高。准备几根粗一点的木头当桌腿，因为是用的榫卯连接，所以需要在桌腿上画出开孔的位置。这是画好的样子。同样在对应的连接处画出榫头的线。画线需要把所有的位置尺寸都算好，如果画错，后面组装时会很麻烦。把所有的线都画好，是这样的。开始锯榫头。这个加工精度还是不错的吧？把所有的榫头都锯好。接下来就是凿眼了，沿着刚才画线的位置凿，凿孔的深度要与榫头的长度一致。每根桌腿上需要凿4个孔，这样才能组装成一个立方体框架。凿眼是木工的基本功之一，使用和开孔宽度一致的凿子，用锤子敲打凿子，把开孔处的木头切削出来。使用凿子还是需要多加练习的。在桌腿的上方需要有这种半开的榫槽，先用锯开槽的两侧，用凿子把中间去掉。凿子需要磨得非常锋利，这样凿的时候才会让端面比较光滑。接下来用小刨子给各个部件倒角，用砂纸打磨一下，防止木头割手，看起来也更圆润一些。这是所有木头锯好、开好孔的样子。下面就开始组装啦。在每一个榫头和榫眼上涂抹上木工胶，用锤子把它们敲紧。加工精度合适的话，组装起来会很轻松。木工胶可以保证榫卯连接的坚固性，胶干透以后强度会非常的高。这就是榫卯连接好的样子。组装框架是有顺序的，先组装两侧的框架，把中间的部分先组装成一个工字形，再将桌腿固定在两侧，把另一侧也用同样的方法装好，这样就获得了2个对称的框架。然后要把这2个框架连接起来，先把下面的2根木头插好，敲紧，再把上面的2根木头从侧面敲进去，用夹子把它们夹住，等胶干了以后，整体的框架就会非常结实。这样框架就做好啦。接下来制作抽屉，拿出刚才锯好的板子，同样在需要开孔开槽的地方画好线。这里使用的是燕尾榫，榫眼的两侧采用斜线，这样可以更加的牢固。开始凿眼，凿好后在相应的连接处对应的画好线，这样比对着画线会让每一个连接处都严丝合缝。沿画线的位置锯开榫头，抽屉的前面板开出一个槽，用开槽锯沿线锯出5毫米深的锯缝，用凿子把中间去掉，直接将抽屉的侧板插进去。精度合适的话，可以保证它连接的稳固。然后要在板子下面开槽，这个槽是用来安装底板的，使用槽刨子开出一个5毫米的槽，这个板材刨起来不是很方便，拿出新买的修边机来试试，开出来的槽还是很光滑的。然后就要把抽屉组装起来，同样抹上胶，将侧板插在前面板上，将底板插在底部的槽中，用锤子把最后一块耳板敲实，把多余的胶擦干净，这样一个抽屉就组装好了。用同样的方法把另一个抽屉也装好。这种板材的侧边不是很美观，所以我买了这种带热熔胶的封边条，用热风枪融化胶后压时就可以了，然后用刀片将多余的封边条去除。最后把买的抽屉把手拿出来，在抽屉前面标记好需要开孔的位置，用电钻钻孔将把手装上。这里教给大家一个小技巧，如果怕钻孔钻歪，可以先用细一点的钻头钻孔，再换粗一点的钻头，这样2个抽屉就做好啦。接下来拿出一块大板，这块板子用来当桌面。我把桌面刷成了黑色，这种水溶性的木工漆没有味道，干的也很快，还是非常好用的。
拿出黑色的封边条，用同样的方法给这块板子封边，把多余的封边条去掉。我买的这个小工具用来割封边条很方便，把封边条的边缘用刨子倒一下角，这样桌面就做好了。把桌面安装到刚才做好的框架上，这里直接用4颗螺丝连接，把多余的榫头锯掉，这样主体就基本完成了。接下来就是安装抽屉了，把滑轨用螺丝固定好，非常的顺滑。最后在下面的抽屉上方和旁边盖上2块木板，这样一个柜子就做好啦。2个抽屉的空间很大，下面的抽屉用来储存咖啡豆刚刚好，上面的抽屉可以用来放很多杯子。我的咖啡机也终于有属于它的地方啦。老娘。